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涨跌全靠特朗普，通胀衰退两头堵，压力全在美联储，关税加到3位数，苹果狂跌，黄金暴涨，太平洋航运受阻，股债汇3线下滑，川普的对等关税还能继续吗？2025贸易战全面升级，中美博弈进入临界点，谁会是最后赢家？谁又在承担代价？继4月2号万国关税之后，中美开始正面兑现，双方加关税跟拍卖一样，一路叫价叫到3位数，3位数关税就相当于相互竞运了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中美到底要打多久？中方的态度很明确，要打多久就打多久，但关税战是美国发动的，打多久还得看美方。Let's say China. 上期节目分享说，川普在故意制造衰退，目前看基本是正确的。传说中的海湖庄园协定就是制造衰退的目的和章程。协定在短期内是逼迫美联储妥协，为联邦政府化债，长期目标是重估美元，强推100年零息债，说白了就是把债务赖掉。而万国关税仅仅只是第一步，超36.5万亿的美债，年利息过万亿，比军费高出一大截儿，这始终是川普要面对的大问题。我看 X 博主指赢家杂志分析说，川普真正的目标是把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打到3.17%。为啥是这个数呢？因为在24财年，美债的平均利息就是3.17%，如果高过这个数，那就等于借高利贷还高利贷，财政赤字将彻底脱轨。这时候再看白宫新闻，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，其实都不重要，因为对川普来说，新闻就是市场调节器。美债利率反弹就放个利好安抚市场，反之就放个利空言论压一压美股，把钱逼回债市。不出意外，这个用嘴控制市场的策略还是出了意外。4月3日至4日，美股连续重挫，2天蒸发了6.6万亿美元，相当于联邦一整年的财政支出。4月9日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4.5%，较4月4日3.86%的低位暴涨超60个基点。30年美债收益率更是直冲5%。4月11日，美元指数直接跳水，跌超1%，跌破100关口。黄金作为避险资产，4月17日直接站上了3350美元的新高度。股债汇3杀，在金融史上极为罕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股市看情绪，债市看预期；其次，债市领先所有市场。历史经验，美债利率变化往往领先股市3到6个月。最后，股市管公司，债市管国家，美债管全世界。债市定价关注的是财政赤字、央行政策、货币信用，甚至是总统德行。金融领域有句行话，说债市才是大人看的，看股市只能做小孩那桌。再形象点，股市更关注盈利，是晴雨表。而债市更关注预期，是气候参数。按理说，股市和债市是个跷跷板，资本总要2选1。但眼下资本逃离美国，逃向黄金和避险资产，说明美国经济极有可能衰退，美债信用也正在瓦解。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股债汇跳水之后紧急转向，劝川普暂停万国关税，紧接着用贸易谈判孤立中国，又成了新的化债手段。当然，川普炮轰美联储，扬言罢免鲍威尔，也是化债的老把戏。总之，在美债利率可控之前，他仍然会在减税、减债以及搞个大新闻之间反复摩擦。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说，中美已经陷入了懦夫博弈。懦夫博弈也叫胆小鬼游戏，比如2个司机相向而行，相撞之前谁先踩刹车，谁就是懦夫胆小鬼。懦夫博弈的核心逻辑是不要命的最大，如果俩人都不要命，那结局只能是车毁人亡，两败俱伤。古巴导弹危机可说是历史上赌注最大的懦夫博弈。1962年，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，美苏冲突一触即发。但经过13天的针锋相对，双方最终互相妥协。苏联运走了导弹，美国也保证不再入侵古巴，还一并撤回了其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导弹。在这场危机中，双方都说要干到底，以此恐吓对方。但最终的结果却说明，在懦夫博弈中，最好的结果就是让步。当然，许多政治家玩的就是心跳，所以不断在冲突边缘疯狂试探。美国和中国在25年也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、代价高昂的懦夫博弈，双方似乎都不愿意让步，甚至把强硬当作胜利。因此，众多机构和智库都预计局势仍将进一步恶化。高盛在4月把中国25年 GDP 增长预期下调到4%，26年3.5%，瑞银从4%再次下调到3.4%，26年维持在3%。惠誉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 A 加下调至 A， 理由是公共债务迅速上升，但这个评级变化反而会推升政府和企业的海外借贷成本。野村一如既往的老好人，仍将 GDP 增长维持在4.5%，可他把中国的出口预测从持平调整到下跌2%，稍微有点迷惑。野村和惠誉一样，都认为中国在内需低迷、关税上升以及通缩压力下，会用财政刺激支持增长。但根据高盛估计，中国对美出口从业者多达2000万人，约占劳动总人口的3%。全球化实质性破产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灾难。结论显而易见，无论中国出台什么样的举措，短期内都无法创造出这么多就业岗位。
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说，美国宛如一家企业，对等关税就像招投标，而其余国家要想成为供应商，就必须与采购方进行谈判。如果不谈判，就等于放弃投标，自然也无法参与整个供应链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中美兑现之际，太平洋航运已经血流成河，美国进口商停止发货，中国制造商停止生产，大家都在等下一步关税转机。最惨的是那种货在路上的商家，停在码头要交钱，运回来又怕川普改主意。BBC 记者在广交会采访一个小厂老板做驱蚊器，说他一半产品都卖给沃尔玛，现在全堆在仓库，一件都卖不出去。一个雪糕机销售员说，美国已经不行了，我们干脆停产。在广州城郊，一位鞋厂工人说，以前一天能赚400，现在一天100就已经算好运气了。不难发现，关税加的有多刺激，脱钩断链就有多疼。中美正面硬刚，等于砸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饭碗。虽然说饭碗是中国政府给的，但碗里的水米却是美国人给的。所以说光有饭碗可不行，还得有打工的机会。付鹏的比喻虽然恰当，但也容易被人诟病，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虽然国家身份是平等的，可是经贸关系却不平等。也就是说，在经贸这个领域，中南海只是中国的中南海，白宫却是世界的白宫。白宫是世界的白宫，所以美国也是世界的美国。这么看，袖带红州的工农业是本土美国，而东西海岸的金融科技业是全球化美国。所以有一半美国在美国，另一半美国在全球。对等关税公布后，号称聪明钱的全球对冲基金迅速抛售美股科技股，仅4月3日一天，科技七姐妹的市值就合计蒸发了7000亿美元。这里面跌幅最狠的当属苹果。苹果股价在4月3日至8日4天内暴跌23%，市值蒸发了7700亿美元。要知道，苹果供应链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东南亚，而这些地方恰好是关税的重灾区。恐慌之下，美国的苹果商店开始涌现抢购潮，人人都在问有没有涨价。为了应对关税冲击，苹果早在3月底就动用5架货机从印度和中国运了6000吨产品，共计约150万部 iPhone。正当消费者恐慌之际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于4月11日发布通知，对半导体、智能手机、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关税税率降至20%。针对这项豁免，有人说川普对华让步，也有人说苹果英伟达游说成功。不过随后川普发文坚决否认了对华让步的说法。那就是说，苹果等科技企业的确是撬动川普关税的原因之一。此前，白宫发言人说 ，iPhone 可以在美国生产，苹果已经承诺5000亿本土投资。但有分析说，苹果公开的投资多用于研发芯片以及 AI 伺服器，并未涵盖 iPhone 组装。如果 iPhone 生产线转回美国，单机成本将飙升至3500刀每台。尽管在18年之后，苹果已经把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、越南和马来西亚，但24年数据显示，苹果在中国的产能占比仍高达84.8%。这就意味着，中美博弈如果再升级，对科技企业下手也将是一张王牌。类似困境还波及特斯拉，所以马斯克也公开反对对等关税。上期关税战争我们提到，川普只在乎商品贸易逆差，却忽略了服务贸易顺差。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两者区别吗？我认为肯定知道，但他在装糊涂。美国的服务贸易大概有4类。第一类是品牌分销权、知识产权和经营管理权等，比如科技企业把分公司开遍全球。第二类是金融服务业，包括4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全球业务。第三类是文化产品输出，像流媒体、好莱坞还有迪士尼的周边产品。第4类，全世界的精英带着钱到美国去读书消费，也就是留学和旅游。商品贸易中，外国人赚美元；服务贸易中，则是美国人赚美元。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，从1983年起，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资本账户盈余在图表上几乎完全对称。也就是说，美国输出的美元最终又以投资的形式回到了美国。比如各国赚了美元之后去买美国国债，跨国企业赢了利去投资美国股市，各国社保养老金竞相去美股博取收益。这样一来，美国在全球化中就形成了贸易逆差和投资顺差对冲的局面，可以说一点也不吃亏。不幸的是，川普仅代表本土美国，而他的关税政策必然损害另一半全球化美国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川普想要的结果，因为美国制造业空心化，在川普看来就是全球化美国造成的。美国的全球化企业不仅伙同境外势力掏空了产业工人的岗位，还通过各种法律手段侵蚀着美国的税收基础。这么一来，川普的历史使命呼之欲出，那就是要想美国再伟大，必先粉碎全球化。美国税收一直存在隐性漏洞，也叫税基侵蚀。跨国企业避税一般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转移定价，另一种是递延税机制。我们先说转移定价。苹果曾被爆出利用爱尔兰双层架构加荷兰转道，成功将利润引申，实现了避税和利润最大化。这套方法还有个可口的别名，叫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。后来，苹果、谷歌、Meta 等公司被欧洲、美国、经合组织以及联合国点名，这才堵上了税收漏洞。苹果官网至今还挂着一份纳税实际情况说明，来展示依法纳税的决心。
简单说，用了这套会计魔法，不走私不偷税，一台在美国卖1000块的 iPhone， 所得税就会变为0美元。具体操作是这样：苹果在中国生产 iPhone 成本350美元，按理说在美国卖1000，利润有650，但苹果怎么做呢？他先把手机卖给自己在爱尔兰的分公司，标价350，然后再从爱尔兰卖到美国，报关价750，美国这边卖1000，成本750，其余250块的利润刚够硅谷员工工资和广告费。既然境内利润为0，自然不用缴纳所得税。而真正那400块的利润就留在了税收更低的爱尔兰，爱尔兰这笔钱再作为外资投资美国，最后连利息也免税了。转移定价这一套，苹果确实干过，并被欧盟在2016年罚了130亿欧元的补税款。虽然苹果后续上诉成功，但核心事实不变。此前美国政府拿它没辙，因为没有关税。但是如果搞一个10%的普遍关税，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。苹果报关750美元，那就得交75的税；想避税改报350，那账面利润就有650，又得缴纳所得税。如此两头堵，关税、所得税总得付一头。再说说递延税机制，也是美国藏富于民的方法之一。递延税是指会计账上的税和实际缴的税不一样，比如 401k 退休金账户、股票资本收益以及海外利润等，这些资金只要一直在金融账户上跑，就永远不用交税。理论上讲，递延税全都属于美国国税局，而国税局如果能收上所有递延税，就能偿还一大部分国债。但现实是根本收不上来，也没人敢一次性强收。那么怎么尽可能收这个递延税呢？答案是减税。2017年，川普上台，通过减税与就业法案，将企业税率从35%降至21%，并启动一次性海外利润汇回机制。这样一来，企业减少交税，联邦扩大税基，双方都有利可图。不难看出，川普所做的事儿一直都没变过，只是现在手段更狠了。他一方面对红州选民做出承诺，把制造业带回美国；另一方面，在美国优先的大旗之下，对跨国公司下手，从他们身上刮出更多税收。所以说，对等关税的目的不仅是对华贸易博弈，也是对全球跨国企业的打击。当然，这种师出有名的政治手段只能做不能说，也不会写在任何官方文件里，因为川普担不起美国分裂的责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关税原本的作用是保护国内制造业，而不是政治运动和税收工具。川普政府执意加税，显然是一种策略偏移，很容易遭到全球化美国的反扑。这种左右互搏的逻辑必然导致朝令夕改，直至丧失公信力。前国务卿布林肯接受采访说，关税政策不是美国优先，而是美国孤立。这话反过来听，就是说川普老爷子不能只顾着美国村的利益，也得考虑整个地球村的共同利益。川普上台之后，彭博财富指数前10名只有巴菲特在增长，其余富豪都亏得一塌糊涂。资本家都在亏钱，到底谁在获利呢？难道是无产阶级吗？还真是，但也仅限于解恨，并没有得到实质好处。美国在推进全球化过程中，中西部袖带的工人阶级就好比98年大下岗的国企工人，属于被遗弃的一代。他们心存怨气，既憎恨中国抢走了产业，也憎恨中产精英的傲慢。所以川普用关税打击中国，打击高科技和金融业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心灵补偿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与其说川普在打击中国，不如说本土美国在报复全球化美国。联邦政府确实应该反思，产业政策是不是有愧于他们，是不是应该提供更多扶持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。可是做事儿难，做正确的事儿更难。川普直接甩锅和煽动，这比真正带回制造业要简单100倍。卡托研究所在24年调查显示，有80%的美国人认为制造业回归对国家有益，但只有25%的人愿意自己去做工人。这就好比很多中国人明明自己半年找不到工作，却喊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。中美被代表的人心态都是一样的，大家并不关心国际贸易，也不关心公平和正义，唯一关心的是能不能赢，赢1次还是赢2次。在我看，两边都掉进了民粹主义陷阱。根据秦晖教授的解释，民粹其实并不关心平民，而是以人民的名义去剥夺个人自由。美国的红脖子因为川普承诺而送出选票，但他们还有医保、社保以及政府救济。中国要是扛到底，中国政府不会垮，但很多人的人生可就垮了。比如众多关税信息里有个很重要的小额豁免被所有人忽略了。4月8日，川普签署行政命令，对来自中国和香港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包裹征收120%或100美元的关税，并从6月1日起再上调至200美元。川普说这是堵上关税漏洞，但对中国来说等于焊死了跨境电商的财路，也断绝了低端制造的出路。沿着这个方向往下推演，从航运到工厂，从工厂到上下游，只要跟进出口相关的产业都将出现大量倒闭和失业。如果中美谈判不利，未来3到6个月失业潮会从沿海蔓延到内地，从城市蔓延到乡镇，最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经济学家徐小年此前汇总过，中国经济正在面临3头灰犀牛。第一头是工业化红利枯竭，后工业化动能尚未形成；
他说，改开40年并非奇迹，而是农业国家工业化的特征，是全球工业化国家的共性阶段。比如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，还有1863年日本明治维新。第二头是债台高筑，政策空间吃紧。通缩那期节目我们聊过，政府负债、国企负债、居民也负债，举国都在借钱过日子，这种模式难以为继。第三头灰犀牛就是本期节目聊的中美博弈，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关税，而是结构性脱钩风险。徐小年说，这3头灰犀牛当中，内忧远大于外患。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，因为所有外患最终都会转化为内忧。这几年考公队伍不断壮大，都以为进体制就能躲风雨，但是别忘了，只有生产和创新才真正产生价值。每天写材料听报告，只是占到了分配红利。拿生态系统举例，当整个系统都生病的时候，寄生虫也无法幸免，这是个唇亡齿寒的问题，虽迟但到。4月10日，世贸组织秘书长伊维拉担忧地说，中美关税战会导致两国贸易大减80%，造成全球 GDP 下降7%，这将使全球贸易碎片化，最终分裂成2大阵营。4月19日，川普告诉媒体，准备在1个月内与中国达成协议，在此期间，他仍会利用关税谈判向各国施压，让他们承诺孤立中国，让各国在中美之间2选1，说明关税战已经从经贸博弈变成经贸封锁了。这里面最难受的当属东南亚诸国。24年，中国出口3.5万亿美元，其中16%去往东南亚，成为最大出口市场。同时，中国也通过基建合作，在越南修铁路，在柬埔寨建水坝，在马来西亚造港口，用以稳固经济纽带。其实，在18年贸易战之后，东南亚对中国可说是又爱又恨。一方面，高端制造被迫转移到东盟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；另一方面，大量中国商品涌入，反而冲击了各国本土制造业。25年，东盟再次面对两难，既不能在政治上得罪中国，又不能在贸易上失去美国，所以只能两头下注，勉强维持平衡。比如近期，越南2次对中国钢铁施加反倾销税，印尼也在考虑对中国施加200%的关税，泰国则学习美国，对低于1500铢的商品征收额外税。这么看来，川普这个对等关税其实就是以邻为壑，划定势力范围。以邻为壑的意思是说，无论各方怎么努力，最终都会因为自身利益不得不走向保护主义深渊。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·巴斯夏曾警示道，如果商品不能越过国界，军队就要越过国界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巴斯夏出生在拿战爆发的前2年，见证了大革命之后的中央集权以及法国的贸易保护政策。1805年第3次反法同盟战争，拿破仑计划进军英国本土，结果在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军干到原地解散。一气之下，拿破仑打算打一场贸易战，拖死英国，这就是著名的大陆封锁。从1806年开始，凡是法国地盘，英国商品通通没收，英国商人一律调查，英欧贸易彻底切断。起初，欧洲人民还挺高兴，说没了英国竞品，咱们本土产品可算能喘口气儿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渐渐发现不对劲，因为确实离不开英国货，而且本土原材料也没法卖到英国去赚钱。最先眨眼的是俄国，因为它是农业大国，农产品卖不出去，地主就得造反。迫于压力，俄国直接跟英国恢复贸易，这一开闸不得了，英国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回欧洲。于是拿破仑决定用大炮教训俄国。就这样，1812年俄法战争爆发，大陆封锁彻底破产。巴斯夏痛恨贸易保护带来战争，之后写了一篇讽刺小文，名叫《蜡烛制造商请愿书》。蜡烛商人们写信给政府，郑重其事地请求说，请把太阳给熄灭吧。为啥？因为太阳不讲武德，见天免费发光，抢走了蜡烛的市场。后来他们提议把窗户封上，把光挡住，这样老百姓就只能买蜡烛点灯了。至于老百姓晒不晒太阳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这就是蜡烛优先政策。这个荒诞故事说明，你想保护谁，最后往往会坑了谁。换个说法，关税和对抗根本无法解决普通人的困境，它只是野心家攫取权力和声望的工具。海湖庄园协定的作者是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斯蒂芬·米兰，此人是万国关税的核心人物，而他的老师费尔德斯坦则被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之父。马丁·费尔德斯坦曾任里根政府首席经济顾问，强调财政纪律，反对过度赤字，认为减税能提高税收。此外，他强烈批评欧洲统一货币，认为欧元会导致贸易失衡，所以在流动性和货币政策上，他和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产生了巨大分歧。格林斯潘被称为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，认为资本市场一体化是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，而菲尔德斯坦则指出，亚洲国家购买美债维持汇率会导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灵，所以要反对长期量化宽松。说到这儿算是破案了，川普指控全世界顺差，通过减税来增加税收，还见天嚷嚷要解雇鲍威尔，这一切都深受供给学派的影响。供
供给学派又称涓滴经济学，核心主张是减税刺激生产，生产会带来增长，增长自然创造税收。涓滴的逻辑是先喂饱富人，富人花的钱会流向底层，最后大家都富了。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就是先富带动后富。不过中国人已经验证过了，涓滴是不可能涓滴的，富人还会修建更大的蓄水池。另有研究发现，在小布什和川普第一任期的几轮减税，拉动 GDP 增长的作用远小于税收损失。也就是说，税没收上来，钱也没滴下去，所以涓滴经济学实际上并未得到任何经济学家的支持。格林斯潘被誉为最好的联储主席，他自知影响力太大，所以退休后很少发表言论，实在不行也只能含糊其辞，生怕给市场带来冲击。于是就有了那句名言：如果你们自认理解了我的话，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了。罕见的是，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之后，格林斯潘在纽约大学一次活动中突然开口，说川普的关税政策非常疯狂，这会让中美双方都失利。他说原因很简单，中国经济超过美国，这观点是个巨大错误，因为中国人均 GDP 超级低。换言之，中国威胁并不存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川普围堵中国，究竟能从中国得到什么呢？我的答案是什么都得不到，因为没人能够遮住太阳，用蜡烛种出庄稼，中美都一样。同理，美国加税甩不掉国债包袱，中国反制也盖不住失业问题。中美闹到这般田地，起点是18年中美贸易战，但民间情绪转向，始于20年的口罩外交。美国在新冠疫情中吃了大亏，突然发现许多不起眼的日用品居然要受制于中国，所以无论资本家还是政商领袖，这几年一直在多元化布局，以防损失。1907年，英国外交部有个叫埃尔克劳的小公务员写了一份备忘录，备忘录只说了一件事：德国并不想和英国做朋友，他只是要取代我们。那时的德国表面上是追求和平崛起的新强国，背地里却在扩充军备、兴建铁路、部署海军。他们说自己只是想要国际地位，但克劳清醒地认为，一个国家真正的意图不是看他说什么，而是看他做什么。备忘录写下8年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战火在欧洲垒起了骷髅塔和白骨堆。人性就是这样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所以和平只存在于小弟看不见大哥尾灯的时候。虽然历史无法预测未来，但新秩序诞生的前夜肯定没有烟火，只有枪炮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恐慌，而是学会从行为里读出目的，从软弱里读出契机。那么2025这场中美博弈，谁会成为最后赢家呢？保罗·克鲁格曼4月发文怒斥川普关税，说他短短100天就毁了美国80年信誉，而美国在川普之下正在第3世界化。克鲁格曼猜测，对等关税的谈判结果，很多国家会做出假让步，从而让川普获得假胜利。比如欧洲对美国商品平均关税只有1.7%，根本不存在贸易壁垒，自然无法承诺降低壁垒。再比如川普第1任期声称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，结果美国的大豆农民至今仍未收复此前的市占率。如果川普假胜利，那中国能不能赢？其实我觉得中国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，因为关税战是川普发动的，甭管输赢，责任都在美方，真在美方，真在美方。不过中国还是要反思，为啥本国企业利润这么低？为啥非要用税收去补贴出口？为啥劳工福利差还996？为啥民生多艰，失业率高企？为啥产业政策无法提高附加值？为啥不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？为啥总是忽略知识产权保护？哪怕换个角度，美国人宁愿承受高物价，也不愿当制造业工人，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产品价格高点，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？针对中国是否反制，起初网上有2种观点，一种是说中国应该立刻让步，另一种说中国必须捍卫贸易自由。结果官媒一锤定音，说要打多久就打多久。我们此前节目分享过，傅鹏把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比喻为金字塔，最顶层是意识形态，中间是政治，底层是市场和资产。也就是说，博弈进程中最不重要的是市场和资产，次重要的是政治，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。我翻译，在中美博弈的进程里，最先放弃的是贸易，关税战就是例子。接下来放弃的是地缘政治，也就是缩小势力范围。一直保持到最后的是内部政治和意识形态。简单说，帝国的天轻易塌不了，但你我的天轻而易举就塌了。因为国与国的博弈中，赌上的不是棋子，而是亿万人的命运。在争论打不打这个问题上，确实存在一个选项，那就是重回经济挂帅的老路。老路上不一定有新风景，但可以暂时放下争端，争取下一波增长动力。可我们生在中国，却并不了解中国。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、历史悠久的古老帝国。帝国的战略往往可以横跨好几个世纪，需要好几代人在血与火之中奋斗。在帝国的时间维度里，什么贸易战、关税战、经济战，都是缺乏深谋远虑的小把戏。那些立刻下跪的小国，永远也不会理解帝国的大旗，他们只能心甘情愿为大国打工，让一代又一代的人民过上好日子。
在我看来，最有可能终止这场贸易战的反而是美国人民。一直有人说美国人过不了苦日子，生活品质下降有限度。其实美国人的价值观也有限度。比方说，他们可以因为意识形态默许越南战争，但无法忍受儿童在越战中惨遭袭击。1967年10月21日，五角大楼反越战游行中，一队士兵用步枪抵着示威者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人群中走出一位年轻人，将康乃馨插入士兵的枪管。此后数年，美国在激烈的反战情绪中渐渐退出了越南战争。所以有时候真正改变历史的不是手里的武器，而是象征慈悲宽容的一朵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问答。Kelvin 说，国家有力量，人民没希望，这是哪门子歪理？从古到今，国弱被人欺，国家强大，赚了那么多钱，放在银行里数钱玩吗？那么多国家大量负债，难道是为了政府官员们吃喝玩乐用的？任何国家跟体制无关，只要国家强大，都会惠及普通百姓。你问问伊拉克、叙利亚的老百姓，什么时候日子更好过？中国不发展国家力量，那么多的海外资产谁来保护？谢谢你留言，我理解你对国家强大的认同，这是很多人的共同信念。不过我补充几点，咱们换个角度看问题。第一，国家强大不等于人民受益，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实。国家财政充盈，军队强大，国际地位提升，属于国家力量保障人民尊严。但如果同时存在高失业率、年轻人躺平、买不起房、生不起娃、看不起病的问题，那这种力量是否真的传导到普通人身上，其实要画一个问号的。第二，很多国家崩塌，恰恰不是因为国家不强，而是人民没希望。你提到的伊拉克和叙利亚，本质问题也不是因为国弱，而是权力不受约束，资源分配极端失衡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国家从内部崩溃，跟没钱没军队关系不大，反而是因为底层社会失去了信心。第三，国家强大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如果一个国家很强大，强大到可以随意压制民众表达，压缩民生支出，掩盖社会矛盾，那这种力量早晚会反噬自身。就是说，国家的目的是人啊。国强民弱的状态怎么可能持久？最后，我从未主张过国家要变弱，而是主张国家力量要服务于人民，不能以国家之名忽视个体命运。如果你理解我反对国家强大，那肯定是误解。Shane 陈说，叶老师，虽然这么说有点感性，但理性来讲，川普在孤立主义上能走多远，还是看经济环境的。大概率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，川普不会坚持他的执念，坚持执念的永远是理想主义者，川普明显不是。对的，商人善于谈判，但也善于妥协，这是他邪门政策的唯一突破口。目前看他也是这样的。乌克兰矿产协议拿不到，妥协了；退出北约损失美国影响力，也妥协了；对等关税暂时还没妥协，但是需要财政部长给他托底。川普之所以能折腾，是因为美国人民依然很富裕。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西欧高30%，比日本高40%，比中国高70%，属于相当折腾得起。不过根据我读过的资料，判断川普应该算是理想主义者，因为他在做很多政策之前，并不会充分评估，而是通过此生所有的执念在办事儿。现实主义者恰好相反，因为他会看清现实之后再下手。Mifsud Raineler 说：“你好，我觉得还是聊一聊吧。我现在是一名高中生，学物化地。”但是学习有些困难，我一直对经济学、心理学、国际政治很感兴趣，也学习过不少高校的公开课，还有一些书。尤其是最近国际形势又这么乱，就感觉自己的人生根本由不得自己。就算是好好学习，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，但是毕业以后又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，感觉前路渺茫，但是自己又没什么规划。我没有什么大的目标志向，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，感觉自己变得很普通，很没用。请问博主是怎么提升自己的，让自己变得博学和更加丰富？谢谢。认真面对自己，诚实面对困难。我读完之后其实挺感动的。学习努力，但世界嘈杂；知识多，但未来模糊。人不坏，可总觉得自己没用。你描述的这些感觉，我现在每天也在经历，而且从没消失过。你说你喜欢经济学、心理学、国际政治，还看过很多公开课和书，这是好事啊。这其实已经很不简单了。兴趣就是最大的动力，哪怕现在很迷茫，将来总会派上用场。没什么大的目标志向，只想安静生活。其实我想说，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比取得什么成就重要多了。刚才我们提过现实主义，站在现实主义者的角度上来说，没有谁的人生不是在沙滩上盖房子，但重要的不是房子倒不倒，而是你能不能一直盖下去，盖得开心，盖得踏实。至于我怎么提升自己，其实方法挺普通的，我就是爱写爱显摆，写不好就找原因，找着找着就完成了多读多写多辩论。不过我年龄长你许多，还是有区别。比如我们同龄人最早只用学会检索就能获取很多优质内容，但现在的同学们不仅要学会检索，还得学会筛选和分辨，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注了水，甚至还有语言腐败的问题。我也在时刻面对这些问题，学着怎么去辨别。最后说一句，博学只是时间问题，因为你已经在路上了。Luxon Chon 说，经历了疫情3年，结论是有些制造业的确需要在自己国内，哪怕是在盟友那儿也不行。就像《火影忍者》里说的，人心隔肚皮，永远不可能推心置腹。那么经济全球化也就只是一个理想模型，需要往回走一点。
对，前面我们聊了，疫情是一个重大拐点。当时有新闻说，全世界85%的 N95产能在中国，却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，导致两国在疫情期间搞起了口罩外交。咱们想，就连动物打架也知道种内攻击，保持克制，不会置对方于死地。可那只是口罩啊，人心真的是深不可测。龙珠说，如果站在美国普通人的角度，看到铁锈区的落寞，中产阶级的逐渐萎缩，贫富逐渐分化，支持川普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全球化，而不做出果断政策调整，美国因为债务爆掉是可以预见的，也是必然的。只是可惜了，全球化解体造成的混乱，恐怕要我们这代人承受了，这就是命吧。美债的末日预言从全球化开始那天就有了，能坚持40多年，就是因为美元霸权在兜底，别人卖商品去美国，赚了钱又拿去美国投资，如果利率足够低，应该还是可以玩下去。但彻底解决末日恐惧，可能只能依靠经济学起点了。美债的真正问题是民主和福利，比如我手里有选票，但是我的生活有困难，谁能帮我解决困难，我就把票投给谁。联邦政府的作用恰好是人民需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日复一日就形成了财政扩张和通货膨胀。倒不是说民主和福利不好，只是说人类智慧还在发展，跟经济学探索一样，目前还没发明出更好的方法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持续观看的老朋友，感谢近期订阅的新朋友，别忘了帮我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